大家好，我是 Klaus。上一期视频我们讲到了太平天国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极其相似性，他们都倡导民主，却比专制还残暴。他们要建立大同社会，却饿死了千万百姓。他们提倡男女平等，自己却妻妾成群。他们所到之处掠夺私有财产，焚书坑儒，破坏传统文化。但是他们有一个最大的不同，那就是太平天国失败了，而中共却成功了。今天我们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分析，为什么中共能夺权成功，并在视频的后半部分深度讨论原因背后的逻辑。跟我们看到最后哦，谢谢。当我们在讨论共产党为什么能够打败国民党夺取政权的时候，有人说是因为国民政府专制腐败，有人说是因为国民党派系斗争，军阀割据不团结，有人说因为共产党发动群众，洗脑能力强等等。当然这些都是老生常谈，我在这里就不磨大家耳根子了。大家来我们频道自然是要听独特的见解，难道说这些不是原因吗？当然也是，只不过不是最根本的。如果说国民党政府腐败，那清政府更腐败。清政府养着一群白吃白喝只知道抽大烟的八旗子弟，底层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。要说国民政府派系斗争，清末有过之而无不及，逼大清皇帝退位的就是直系的袁世凯，而且打败太平天国的本来就不是中央正规军，而是地方势力的湘军。湘军攻破天津城，获得巨额财富，却只上缴朝廷2块玉玺，慈禧也没敢说什么。要说发动群众的洗脑能力，政教合一的太平天国绝对不输中共。上一期视频我们讲了，太平天国能造成当地 90% 的人口流失的能力可不是吹的，能发动的群众都让他们发动了。太平天国有10万多的娘子军，他们金锅不让须眉，跟太平天国战斗到了最后一刻。太平天国还有童子军，童子军无所牵挂，勇往直前，据说以一挡十，让清军闻风丧胆。太平天国后期第一大将英王陈玉成就是童子军出身，曾国藩对他的评价是，自汉唐以来没有比他更勇猛的。说个题外话，纳粹和中共也都有娘子军和让孩子上战场。一个政权要邪恶到什么程度，才能连女人和孩子都不放过？如果连家人和孩子都要牺牲，那所谓的保家卫国不就成了赤裸裸的谎言了吗？太平天国发动的群众在后期跟着天王洪秀全一起吃草都没有造反，这里不是开玩笑，是真的吃草。总之要比洗脑能力，太平天国只能胜过中共。所以说这些都是原因，但却不是共产党能夺取政权的根本原因。由于太平天国和中共在性质和所处环境等各方面的极为相似性，也就在逻辑上为我们发掘共产党能夺取政权的根本原因找到了契机。通过对比两者，就能找到中共谋取天下的真正原因。在经过各方面的对比，我们发现中共和太平天国最大的不同就是外交和国际环境。太平天国的外交可以说是一塌糊涂，完全就是帮倒忙。太平天国初期，各国列强明确表示中立，持观望态度。太平军攻下南京之后，列强开始向其靠拢，提出贸易通商和军事协助。本来太平天国和西方都有着相同的上帝信仰，建立良好的外交关系完全可以，但由于太平天国的强硬和傲慢，使得西方列强彻底倒向清政府的一边。列强的介入直接扭转了战局，太平军开始陷入被动局面，太平天国的疆域从此再无开拓。到了后期，太平天国的外交政策又完全软了下来，在军事战略上处处受到列强的牵制。1860年，因为英国人的一句话，就放弃了只有几千清军守卫的湖北，使得安庆失守，导致天津被围。综合来讲，外交应该是拉锯战，太平天国的外交就是太死板，该软的时候不软，该硬的时候不硬。而相反，中共的外交就非常成功，根本原因就是跟太平天国相比，中共的早期党员3/4都是留学生，像我们熟悉的周恩来、李大钊、陈独秀、董必武、刘少奇、邓小平等等，自然处理对外关系就更灵活。对当时的中共来讲，最重要的外交当然是跟国民政府的关系。中共的外交手段真的厉害，能拉拢敌人变成朋友，而不是像太平天国一样跟清政府完全对立。太平天国和清军打了10几年，没有一个清朝官员投降，因为太平军不接受投诚，对降军赶尽杀绝。中共初期拉拢孙中山的联俄容共政策，利用国民政府培养了一大批的军事人才，
10大元帅里面，陈赓、徐向前、叶剑英都是黄埔军校出身。联俄容共也为后来中共发展国民党内间谍和投共埋下了深远的伏笔。中共对其他各地方势力也是边打边拉拢。长征时期，中共就曾试图用金钱收买国民党的马家军。抗日战争前，中共能用外交手段让自己的敌人时任西北剿匪总司令的张学良倒戈，逼宫蒋介石，促成了国共的第2次合作，赢得了长达8年的喘息时间。抗日期间，中共一边舆论宣传抗日，暗地里又和汪伪政府、日军合作，共谋对抗国军。抗日战争结束后，国共爆发第2次内战。内战初期，中共处于全面劣势。此时，中共高唱民主，呼吁和平，成立宪政民主的联合政府，赢得了国内外舆论的一致同情，欺骗了美国出面，派国务卿马歇尔调停了国共内战，又给了中共喘息之机。之后，美国停止对国民政府的援助，并开始制裁。1946年8月，美国实施了对中国的武器禁运，而相反，中共却得到了苏联的巨大支持。外交关系的变化使得国共内战的形势急转弯。此后，中共在军事上取得了节节胜利。另一方面就是不同的国际形势。太平天国面对的清政府虽然和列强有军事冲突，但并没有爆发全面战争，大清综合国力影响不大。而相反，国共内战期间，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，国民政府在8年抗战期间实力大减，而中共在抗战期间借助高调宣传抗日，发展和保存有生力量，越抗日实力反而越强。我们来看一下抗日战争前后国共的实力对比。1937年西安事变后，改组所有的红军，组成八路军 4.5 万人，新四军1万多人，再加上其他民兵武装，也不过7万人。到了1945年8年抗战后，中共发展到了90万正规军，而国军在抗日战争中伤亡陆军300多万，空军海军几乎丧失殆尽，所以毛泽东曾多次公开感谢日本侵华，也就顺理成章地主动放弃了对日本的战争赔款。所以通过中共和太平天国的对比发现，真正让中共夺权的原因就是外交关系和国际环境的不同。国际环境不是他们当时能掌握的，所以我们按下不表。我们在深度挖掘为什么两者那么相似，却导致完全不同的外交关系呢？外交关系处理的好与坏是一种结果，结果是行为造成的，而行为是由逻辑决定的。太平天国的逻辑就是一条道走到黑，不是朋友就是敌人，所以导致太平天国没有外交，也没有听军投诚，只有孤军奋战。而中共的逻辑是没有永远的朋友，只有永远的利益。毛泽东曾说过，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是党革命制胜的法宝，这使得中共能在各方势力内周旋壮大。换句说法就是，中共和太平天国都是流氓，但是太平天国这个流氓呢，还讲点原则，也就是所谓的道义有道。而中共觉得反正自己要做流氓，那就不用讲任何原则，只要能达到目的就可以不择手段。太平天国没能和列强合作的最大原因就是太平天国严禁鸦片，同时拒绝承认列强与清朝鸦片战争后获得的利益。如果是换作中共，卖鸦片能换取洋枪洋炮，中共一定喜出望外，因为中共自己就造过鸦片。中共在延安为解决财务和军火问题，一度生产和贩卖所谓的特产特货。另外，英国使臣曾向洪秀全提出平分中国为条件，帮助其推翻清朝，而洪秀全出于民族大义断然拒绝。如果是换作中共，中共也一定求之不得，先拿到洋枪洋炮再说，先得到一半的中国再翻脸也不迟。而且毛泽东最早只是想建立一个湖南共和国，后来国共内战初期共军处于劣势，毛泽东主张和平，条件是国民政府承认解放区政府的合法性，也就是想和国民党平分天下。另外，俄国侵占中国领土最多，二战后又把东北搜刮一空，烧杀抢掠，奸淫到女性剃光头发扮男人，毛泽东依然舔着史达林的屁股叫爸爸。要跟列强平分中国的事，他绝对能干得出来。中共的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外交理念就是务实主义，就是俗话说的便宜不分大小，有便宜就占。就好比是两条狗，第一条呢讲一点原则，你不喂给它吃饱的分量它就不吃，而第二条不管多少，先吃到肚子里再说，之后再想办法要。你觉得哪只狗会吃得肥呢？所以抛开外部环境原因不能决定，造成太平天国和中共完全相反的结果的根本原因，
就是太平天国不够中共无耻。如果要靠残暴和谎言治国，那原则和底线反而会成为绊脚石。这个逻辑很好理解，就像大家都熟悉的影视作品里面，坏人到最后一刻突然心软了，做坏人没有做到底，没有斩草除根，才有了之后的情节。所以我们认为，除去其他不可抗力，真正让中共脱颖而出取得政权的是没有原则和底线的无耻。好了，节目进入最后环节，网友互动。上一期视频我们比较了太平天国和中共运动的相似性，网友 Betty Todd 在纵向上给我们指出了历史上相似的残暴人物，网友嘉陵州在横向上提出了一些其他国家类似的流氓体制。太平天国和共产主义更接近，不只是因为专制和残暴，更是有土地和财产共有制的共产特性。网友彩虹9T 和周刷时说中共是邪教，中共国更像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，入党宣誓，入了党就不能入教，教主崇拜，精神控制等等。网友理查德说中共国连封建制度都不如，封建制度是家天下，皇帝要爱护传下去，如今是不同的家族轮流做，趁着能捞的时候尽量捞，而且封建皇帝还下罪己招，现在是死不认错。这个观点非常好，也让 Klaus 学习了。网友 Jason Wang 和 Hashpie 提出来中共对历史课本的篡改，我还真找到了这篇文章，报道上恭喜毛泽东不再为文化大革命背锅，真是厉害了，我的国。网友龚善成说邪恶的政权总是自相矛盾。网友 Jesus Nazarenes 解答了这个问题，对他们自己来讲不矛盾，简单说就是我做可以，你做不行。网友 Dendrobium 回答了网友 Rick 的问题，只有民主才能让中国走出一定要死人才能改朝换代的死循环。最后网友 Castle Frank 说我做了他没空想做的事。如果大家有什么 Klaus 可以帮助表达的，留言给我，我们一起分享，一起进步。好了，本次节目就到这里，我是 Klaus，我们下次再见。